你还记得这几个软件吗？这是合金弹头启动器，这是拳皇启动器，这是 Mugen 启动器，就是可以选各种角色的格斗游戏。其实这个模拟器能模拟的游戏是最全的，可以玩到类似电竞2这种玩不腻的游戏，多分支、多招式，还有2位大姐姐，真的是玩不腻。我是说各种连段玩不腻。小时候第一次接触街机游戏是被儿时玩伴带去的，就在我们隔壁的菜市场3楼的一个小角落，有一个非常小的街机厅室。当时管理并不严，7、8岁的小孩溜进去也没人管。还记得恐龙快打是个3人机台，三国战记永远有一个诸葛亮玩家，而且指挥还很独裁，你要不听指挥，电源都给你关了。西游记是2段，一开始是最初的版本，打到虎力仙就已经到头了。后来新版的 Super 版本，无论关卡、BOSS 还是招式的内容都丰富了非常多，能存能量，能不分敌我的吸血，但谁敢吸陌生队友的血啊？我看你是想真人 PK 了。大多数时候打到第3关关底的大水怪就是极限了。当时选择猪八戒的人特别多，因为猪八戒是土系，在水系关卡能吸敌兵的血，活得更久一点。偶尔遇到神配合的队友，靠一手大招无限连一路冲关，才有机会一睹蜘蛛精、钱鼠王这样的 BOSS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轻版游戏，比如暴风小子、领主特工队，这个可以升龙啊。午夜杀生，像打地鼠一样打僵尸。铁钩船长非常的经典，还有开头讲的电竞2，当时很多人都能一臂通关，导致后面老板加大难度，只有1命，而且半条血。家里有了电脑后，发现街机游戏能用模拟器玩了，而且流畅无比，就很少去街机厅了。第一个接触的是 Neo Rage X， 专门模拟 SNK 的 Neo Geo 机版。SNK 就是童年街机游戏的神，而且这个模拟器根本不吃配置，因此火过一段时间。可惜小时候看不懂英文，默认就是只有4个币的家用机版本，没有办法无限续币，慢慢的就很少人用了。现在的 Windows 11系统也不能直接打开它了。后来转用 WinCoax， 它通吃大部分 Neo Geo 和卡普空的 CPS1、CPS2 基版的游戏。和朋友玩的最多的是合金弹头系列，经典变木乃伊，变丧尸，吃鱼变胖子，甚至和小伙伴为了这个背景 NPC 能不能炸死人这种问题都争吵过。拳皇系列是我表哥带我玩的，最开始是97和98，一个跳重脚、蹲重脚教你做人。后来我们玩的最多的是2000，当时还买了小孩和大口录的 VCD 连招教学盘，对着屏幕苦练搓招，连上课的时候都空手比划着练。还有月华剑士1代和2代也很经典，其他比如名将、惩罚者、战斗回路、圣十字剑、龙吼、口袋街霸等等等等，这些模拟器里面的 ROM 都基本玩了一遍。说来有趣， Main 其实是我曾经最嫌弃的模拟器，因为界面太丑了，早期模拟也不完美，但谁能想到它能免费更新到今天，竟然成了支持最全面的模拟器之王。后来想重温的很多经典，像是电竞2、棒球忍者、打飞机游戏的战国之刃等等，都是在 Main 上面玩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不得不提当年的游戏外设，鼠标是双飞燕的，键盘是薄膜的，不是像今天什么什么机械轴，字母键 WASD 的喷漆啊都被搓没了。还有不得不品的薄膜键盘冲突，通常1P 的字母区域是没有冲突的，可以爽玩，但是2P 就悲剧了，方向键加数字键同时按键是会冲突的，尤其是玩格斗游戏，2P 都是吃大亏的。后来买了北通的手柄，外形几乎就是 PS2 手柄的翻版，型号我已经忘了，手柄也找不到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模拟街机游戏断断续续玩了2年半，中间穿插的暴雪游戏、国产单机和后来网游仙境 RO、梦幻西游、泡泡糖、热血江湖等等等等，快乐的时光总是特别快。到了网游兴起的这个时间点，某天你走出家门或者回到老家，在街上闲逛的时候，会突然发现往日熙熙攘攘的街机厅转眼全都不见了。
过去并排而坐，后来被人戏称为情侣机的机台，那些标志性的 CPR 凸面屏，还有那嘈杂轰鸣的游戏背景声音大到你完全听不到朋友说的话。正当你想贴过去听一听朋友想说些什么，如今全部都消失不见了。街机厅连同当年挤在屏幕前的小伙伴们都一起消失了。如果有人像我一样这么多年依然喜欢玩游戏，我会说新游戏在体验的深度和广度上往往是进步的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说人话就是新游戏总是会更好玩的。你可以在维多利亚3里发发国债，搞市场经济，在拉瑞安的博德之门3里面扮演亦正亦邪的角色，挑战一下宫崎英高的魂类游戏，或者沉迷打牌，比如小丑牌、怪物火车2。而我最近迷上了手柄打枪，甚至还出了2期手柄 FPS 的教学视频。要是放在以前，我对 FPS 根本就提不起兴趣。那为什么我们还会怀念过去的像素游戏？时至今日，网购平台上的复古游戏机依然有着不俗的销量，但真要一个人坐下来玩，很快就会索然无味。也许我们怀念的不是像素游戏，也不是游戏机时，而是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。它就像网络照片，它已经被压缩复制了一遍又一遍。我工作时怀念的是我上学时怀念的那个童年，以至于我们常常忘了小时候的终极梦想就是长大。而这些复古游戏就像长大后翻出压箱底的老旧相册，偶尔翻看时还会忍不住感叹一句，还是老游戏好吧。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这个视频能让你回顾过去的同时展望未来，希望你在虚拟和现实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地。我是 Him， 我们下次见。